如果想抱怨社会，可以选择海外聊天软件；如果正常沟通，就不要再用火星文了。网络监察人员是专业的，如果不怎么上网的人，又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，而网络审查员第一时间就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他们要的就是你瞻前顾后的样子，也不会因为你写的是火星文就不处理你。即使你手举白纸，他们也知道你想宣传什么，毕竟独裁者这只纸老虎，如果不怕你，何必前呼后拥，甚至发言都要审查。另外，总用火星文会让你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就好像你明明知道违反了他们制定的规则，还要在规则中找漏洞。这期视频我为大家讲讲关于海外沟通的那些技巧。能看到本频道的人，对于翻墙、梯子这些技能都会很熟悉，不熟悉的也可以趁这期视频好好科普一下。强国不好的就是它在搜索引擎上做文章，让你搜索不到，形成认知盲区，形成认知差异，因为你所赖以理解的东西都是单向的，昆虫不是益虫就是害虫，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，非黑即白。其实每个事情都是多样化的，千姿百态。本期视频就强国人与海外沟通的那些事好好谈谈。说到沟通，资讯排在第一位。如果你在资讯中已经被人洗了脑，或者错误片面的吸收了信息，形成了信息偏差，就完蛋了。首先要学会自己架设网络信道，现在很多种方法都可以实现，常见的有 VPN 技术、SS 技术、SSR 技术、DLohan 技术等，都可以快速架设。虽然很多时候强国认定为非法，但他们自己也在这样做。比如 VPN 技术是所有银行用的技术。话题不扯开，中国的互联网因为防火墙的因素，就变成了局域网。如果突破局域网，他们管这个叫破网行动，后来不让叫破网了。由于管封锁网络叫墙，突破网络就叫翻墙，这是第一次进化技术。后来翻墙被封杀了，于是就说翻墙不是用梯子吗？于是翻墙的软件就叫梯子，各种梯子出现了，后来梯子也不让用了，就开始叫什么机场啊等等的。总之就是你用信息封锁，我用类似火星文的东西进行破网。时间到了22年，出国已经成了违禁词，于是就从英文里面借来一个词叫 run， 润学由此而来。科普了一下中国对互联网层面的封杀，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在和海外沟通的时候怎样安全有效。沟通目前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即时沟通，另一种是非对称沟通。非对称沟通就是你说一句话，我过了很久会给你回复，邮箱就是这样的。从这期视频开始，我将有几期视频针对出国小白，甚至是技术小白的，这就是第一期。那么怎样才能最安全呢？很简单，如果不会用翻墙软件，或者没有海外聊天软件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利用邮箱。每天成1000亿以上的邮件飞来飞去，而且邮件都是加密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无法判断邮件的另一方是在哪里。即使我用的是 QQ 邮箱，但是对方在海外，我怎么知道？对方不说，我就永远不知道。所以建议墙内的网友，如果没有其他沟通软件，就用邮箱就可以。在用邮箱的时候，尽量把所有加密协议打开。如果人在国内，发一封删掉一封很安全。还有就是日常沟通哪有那么多违禁的东西？如果有，就是这个违禁的东西有病，在侵犯自由。关于使用微信，每天上亿人使用微信，如果沟通的时候正常沟通就好。最近我的微信被限制加好友，提示加好友的人较多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时差。如果你加我的时候我没有及时通过，你加一遍就好，当我看见的时候一定会通过。如果你过于频繁的加，一个人就加了5次，于是在我睡觉或休息的时候，就变成了5个人在加我。这样的人只要有5个，系统就判定25个人，其实才5个。另外，我所有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回复，但由于时差或其他事情导致回复不及时，很多网友就变得很急。不要着急，现在我们至少每天要回复上百封电子邮件和几十个人的微信。我们现在进行整理，将一些重复的问题做成视频，
增加我们的沟通效率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意见，说话尽量不要用火星文，那样你没事也有事。类似于一个人上大街，戴着头套和作案工具，然后说什么也不干就是逛街，谁信啊？别被影视剧洗脑，毕竟一个好演员演坏人就要把坏写在脸上，现实是你写在脸上，你还能不办坏事吗？在国内尽量不要被少数人吓唬了，国内总是爱杀鸡儆猴，用少数人来要挟多数人，但是不要怕，那只是一个倒霉鬼。如果因为一个人你就开始畏首畏尾，那真就是共产党描述的大屠杀的场面，一个人拿着枪可以逼着上万人去投江或者是活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流氓虽然是流氓，但是总比好人少，而且干坏事的时候是心虚的，虽然他们现在不心虚，是因为没人反抗，或者直接把你当成了奴隶。如果要是每个人都能站着生活，少低三下四的，估计他们会收敛很多。总结一下，沟通国内用邮件最安全，除非你自己向别人炫耀。记住，邮件是私人物品，不能让任何人看，妻子也不行，月后即焚。声明一下，这是我老公说的哈，不然还以为我给你们发了什么秘密呢。第二，微信沟通，只要不触发反党的关键词，就不要担心，他只是怕人威胁他们的统治。什么时候限制你说话呢？当你的人身或周围人受到人权威胁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孩子被校园暴力打死了，这种情况你就是政府的不安定因素，你会被严格看管，甚至永远在互联网消失。再比如你孩子被拐卖了，你家被强拆了，或你老婆被党员干部看中强奸了，这种问题发生以后，你会被严格监控，因为你是社会不稳定分子，甚至会有一群人到你家门口看着。本来赔偿你1万就能解决，不好意思，他们宁愿花1000万来为你维稳，就是不肯赔偿给你，因为赔偿给你，你也是不稳定因素。与其把钱给你，不如拿这笔钱多养几条听话的狗，狗多了可以看着你，周围的人还会对你指指点点，他们不会让你上班上学，直到你精神崩溃，自己走向死亡。因为消息的封锁，别人还会说，为什么就你家出事，别人家怎么都没事，等等那些令人恶心的话。这些人说这些话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拍集权的马屁，一个就是自身本身就是人渣，报应也会很快就来到。如果你跳出自己的圈，你就会发现遍地都是冤情和冤屈，冤假错案频繁发生。你以为不幸的失去自由的只有你自己，却不知有上亿人与你同行。好了，谢谢观看本期视频。本期视频相对沉重，但却是当今的现实。喜欢本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希望我们都能自由的沟通。本人的 Telegram 账号是大圣 TV， 邮箱是大圣 TV@gmail.com。下期视频我会教大家关于小白出国方面的知识。